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很多人来这里都是匆匆一游。其实这里到处都是历史宝藏，值得深度一游。北海公园曾是辽、金、元三代的离宫，更是明清两代的帝王御苑。和北京的几个5A 景区相比，这里毫不逊色。今天的视频时间18分钟，希望能够看完支持一下。今天11月14号周日，又是一个好天气，来到北海公园逛一逛。北海公园的门口有个团城，面积之小创了世界之最，门票1元，上去看看。这个团城的位置原来是个小岛，元代的时候上面就建过一个仪天殿，明代的时候重修改名叫承光殿，并在岛屿周围加筑了城墙，墙顶上还砌了垛口，形成了现在这种团城的规模。城墙高4米多，周长276米，整个的面积将近5000平米。这个是庭院的玉翁亭，里面有个元代建的玉翁，据传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犒劳将士而特制的酒翁。团城的中央就是承光殿，也是团城的主体建筑，最早是建于明朝，但是康熙年间把这个重修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把这里掠夺一空，但里面有尊搬不动的玉佛，至今玉佛的右臂上还留着侵略者砍下的刀痕。团城里有很多古松古柏，像是一个空中花园，有几棵已经有800多岁的高龄。这个30多米高的白皮松被乾隆御封为白袍将军。团城上除了承光殿，还有古赖堂、余清宅，都曾是康熙在这里休息小憩的地方。团城已经有800年的历史，还是值得上来看一看的。从团城下来就是北海的南门，从南门进来最大的好处是方便参观白塔。这个白塔位于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上，是一座藏式喇嘛塔，也是北海的标志性景点。通往琼华岛的白塔有一座汉白玉桥，这个桥叫永安桥，也叫堆云积翠桥。这是因为桥的南边的牌楼点名叫积翠，北边的牌楼上写着堆云。这座永安桥是连接团城和琼华岛的。前面就是北面的牌楼堆云，过了牌楼就是北海的永安寺。从这里进去一直往山上走就是白塔。这个永安寺也是建于清朝的顺治年间。进入永安寺，首先看到的是法轮殿。往山上走，还有其他几个殿。远远可以看到山上的白塔。前面看到的是正觉殿，里面供奉着弥勒佛。穿过正觉殿，后面是普安殿。穿过普安殿，往上就是白塔了。通向白塔的台阶还挺陡峭。这座白塔高36米，
在历史上，这座塔因为几次地震都被震毁过。北海的白塔属于藏式喇嘛塔，外形上像一个倒扣的金钟。这个塔内部是中空的，里面曾发现过舍利子。从塔的高处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白塔所在的琼花岛上有非常多的历史建筑，琼岛春阴也是燕京八景之一。目前琼花岛上北部的一大组建筑群倚兰堂正在修缮。我想如果这组巨大的建筑群倚兰堂修复完毕之后，这里的景色一定更加雄伟壮观。参观完琼花岛上的白塔之后，我选择了从南门出来，再从西门进去。其实两个门挨得很近。从西门进来主要是方便游览，因为北海公园几个大的景区都在公园的西北角，而且一路玩过去景色非常的美。还有就是下午从西门进，拍照的光线很好。现在从西门进来，沿湖边走，正好可以看到最美的北海倒影。今天天气也好，景色也非常美。唯一可惜的是，现在不能划船了。水面上只有一些鸳鸯在游泳。很多人知道北海公园，都是通过电影《祖国的花朵》里面的歌叫《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我却认为这首歌把整个北海公园的景色撑小了。实际上，北海公园是一座非常宏大壮观的皇家御苑。我一直认为北海公园作为4A 景区真的是很受委屈。它里面的文化内涵、历史建筑，包括秀丽的湖光山色，远远超过很多5A 级的景区。一起来参观一下公园西北角的几组壮观的历史建筑。首先是小西天景区，四面各有4座琉璃牌坊，矮墙内有一个极乐世纪大殿。先围绕四周走一圈。这种琉璃牌坊在北京只有8座，其中小西天就占了一半，另外4座分别在北海的西天梵境、香山的昭庙和西山的卧佛寺，还有一个在朝阳区的东岳庙。矮墙里面就是小西天的主殿极乐世界。这个小西天是建于清乾隆35年，是乾隆皇帝为他母亲过60大寿所建的。进入主殿极乐世界看一看。大殿内有须弥山一座，山上菩萨罗汉佛像林立，南面的高处悬挂着金匾极乐世界，这4个字也是乾隆的御笔。在小西天的北边还有个万佛楼遗址。挨着小西天景区出来就是五龙亭。五龙亭建于清代顺治8年，也就是1651年。五龙亭深入水中，由5个亭子组成，前后错落有致，亭子之间是由桥与汉白玉栏杆连接成 S 形，5座亭子连起来如同巨龙，所以称五龙亭。中间的亭子最大，叫龙泽亭，是皇帝休息的地方。五龙亭的北面是禅福寺，
寺院门口还有几株古树，叶子还没有掉光，秋色不错。不少人还在这里照相。这棵是枫树。我们进禅福寺看一看。据说这个禅福寺每年的年节，慈禧太后都会到此烧香拜佛。这是寺内的天王殿，现在里面有100年摄影展览。寺内的正殿是大佛殿，大佛是由整个金丝楠木建成的千手千眼观音，浑身珠宝。可惜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洗劫一空。这是图片展览。这是康熙的御笔。但更为可惜的是，1919年由袁世凯的卫队改编的消防队在大殿内做饭，引起了火灾，整个寺庙烧尽，真的是痛上加痛啊！这是禅福寺外面的景色，枫叶正红。北海公园是步步是景，旁边又来到了快雪堂，这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扬的一个文化古迹。快雪堂也是一座皇家3进院落，最著名的就是里面的快雪堂。这个名字是乾隆帝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中前2个字快雪命名的。这个快雪堂是由金丝楠木建成的。庭院古朴幽静，有各种假山、回廊。最重要的是在庭院深处收藏着以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为首的众多书法名家的书法石刻。庭院里有很多高大的太湖石，东西回廊上都镶嵌着著名的石刻，这都是传世之宝。走出快雪堂，前面是西天梵境，也叫大西天。大西天又是北海公园最负盛名的景区之一。这里始建于明朝，是一座喇嘛庙，在乾隆的时候扩建后改名叫西天梵境。这是山门，上面写着西天梵境。进去后就是天王殿，东西两边是钟鼓楼。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慈真如殿。大慈真如殿建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全部都是金丝楠木建成，是我国现存的明代建筑的精品中的精品。这个大殿在细节上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北海公园里真的是有无数的宝藏。在西天梵境的旁边就是著名的九龙壁，以前这里的位置是个宝殿，几次大火都烧光了，就剩下这个九龙壁。这个九龙壁建于1756年，高将近6米，长有25米多。北海的九龙壁是两面都有龙。每面有9条大龙，
颜色是红、黄、蓝、白、青、绿、紫。除了这18条龙，整个龙壁上还有各种小龙，一共600多条。现在到了公园北门附近的静心斋，这又是北海公园里非常精巧的一座园中之园。这是主体建筑静心斋，也叫静清斋。这里曾是乾隆读书和避暑的地方，有乾隆小花园之称，是一座风光如画、妙趣无穷的小巧园林，是我国园林艺术中的杰作之一。很多著名的建筑学家也说过，北京的古典园林要算北海的静心宅是最好的。这个静心斋占地面积4700平米，里面各种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非常的优雅宁静。这个静心斋历史上也是几度被毁，也经过了好几次修复重建。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静心斋。假山上的亭子形似莲花，据说这个亭子还在1980年世界园林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整个园林遍布了太湖石的山景，玲珑剔透，还有翠竹、花木。除了静心斋，里面还有运心宅、抱素书屋、枕鸾亭、叠翠楼。现在已经下午快5点了，园中走一走。虽然我已经来过北海7、8次了，但这么系统的游览我也是第一次。有1、2个地方我甚至也是第一次来。主要是这些古典园林近些年来一直在不断的维修、不断的开放。这是演化轩，据说乾隆觉得从这里看整个园林景色是最美的。从静心斋出来，太阳已经落山了。北海里可以看到不少的鸳鸯，还有远处白塔的倒影。今天在北海游览了5个小时，请大家点赞、关注、支持一下。这里是北京的园博园，这里聚集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园林精华。这里汇集了60多座园林，总面积达到500多公顷，是颐和园的将近2倍。今天在这里走马观花看一看。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二，到北京的园博园来走一走。到园博园坐地铁就可以到达，提前在网上购买了门票，15块钱。园博园的面积很大，是一个长条的形状，大概长3公里。主要的园林和景点都在中轴线上。准备步行从南边的2号门一直走到6号门。2013年，北京的园博园举办了世界园博会，当时接待了游客600多万人。
之后又进行了几次维护和扩建。目前的园博园是4A 景区。今天北京的天气虽然不错，但是毕竟已经进入初冬季节，所以游客很少。园博园目前开放的园林数量也非常多，我们只能简单的找几个有特色的走一走。仍然有些树绽放着最后的光彩。现在进入的是太原园，这是晋祠的对月牌坊。每个地方的园林都选取了当地著名的建筑和园林风格。现在来到了北京园，入口是一座山门，万景门。北京园是园博园里最大的园林之一，体现着北京的皇家园林特色。可以说北京园是园博园里最气派的一座园林。这里春天夏天都非常美。我们现在只能感受下初冬的景色。这里的每个细节，包括假山、台阶、植被、匾额，都非常的出彩。还有几棵枫树，竟然还有不少红色的叶子。今天几乎只有我一个游客，又变成了专场。这是北京园里最高大的主体建筑聚景阁。如果评选园博园里最美的园林，北京园应该是1号种子选手。现在来到了宁波园，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杭州园，以杭州西湖为主要的载体。湖上都飘着落叶。现在进入的是重庆园，重庆园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园林。留香榭，远处看到的是重庆特色巴山屋。重庆园的对面是江苏园，江苏园也叫忆江南，面积好像比北京园还要大一些。毕竟苏州园林天下闻名。苏州园林的特点就是小中见大，园中有园，处处充满诗情画意。忆江南这个园林构思非常缜密，布局精湛，处处体现了苏州园林的精华。亭堂楼阁、曲折长廊和奇山异石、小桥瀑布，整个园林以湖为中心，依湖而建了一组来自狮子林、沧浪亭、拙政园、留园等名园的仿制园林建筑。
倒影很美，似出水芙蓉。拐过弯儿，后院的景色也很美。后院景色中最美的是以关羽为中心的一组美景。关羽，盈盈一水间。现在来到了福建园、闽园，这里主要展示的是福建民居。闽园里配以南薰楼、真乐山房、闽山亭和风雨廊桥等。现在来到了岭南特色的广东园。记得以前9月来过园博园的广东园，真的很美。现在树木都凋谢了，也没有花草了。岭南园的对面是济南园，感觉济南园里颜色还比较丰富。这是趵突泉，旁边的西安园。西安园就简单多了。园博园里有一个巨大的高塔永定塔，建在西北角的山上，上去看一看。永定塔在鹰山之上，高69.7米，外观是辽金风格的8角9层木塔。永定塔非常壮观，只可惜现在不能登塔参观。离永定塔不远有个文昌阁。文昌阁是中国传统的祭祀建筑，在国内的很多地方都有文昌阁。感觉园博园这个文昌阁造型非常美，有点在日本的感觉。可惜目前这些建筑都不能上去。文昌阁基本在园博园的6号门附近，几乎这边没有游客。在园博园的外边还有个中国园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进去看一眼。1层有中国园林展厅，详细描绘了中国园林的历史和发展。1楼展厅内也有一些精美的苏州园林。
另一侧还有世界名园博览厅，里面有大量的图片，还有模拟展览。除了室内的展厅，博物馆还有室外的展览。其实室外是和园博园融为一体的，只是单独圈起来了。室外景点主要有2个典型的园林，一个是山体园林，一个是水系园林。小山不高，上去看一看。山上有几组建筑，染霞山庄，旁边可以看到永定塔。现在来到了另一边的水景园林。此时已是夕阳西下，远处的永定塔的倒影。博物馆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巨大的牌楼。园博园是个很大的园林，如果慢慢玩，至少要1天时间。虽然全国有很多的园博园，北京园博园还是值得来看一看。这里是北京的陶然亭公园，这几乎是北京家喻户晓、人人来过的一座城市公园。但深刻了解这座公园文化底蕴的并不多。今天就带大家深度游览一下。今天来逛一逛陶然亭公园。公园是一座融古代与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的，以突出中华民族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园林。目前是个4A 景区，门票只有2元钱。公园里有座小岛，有3座桥和小岛连接，也把公园的湖分为了南湖、西湖和东湖。从南门进来不远就看到这个云安桥，过了云安桥就可以看到岛上最重要的一组建筑陶然亭和慈悲庵。这是慈悲庵的外墙，绕过去上去看一看。今天是11月19号周五，北京深秋的季节，秋风扫落叶。现在来到了慈悲庵，门口有一棵树，毛主席曾经在这棵树下和一些革命人士拍过照。慈悲庵建于元代，康熙34年的时候，这里建了一个陶然亭。在清朝的相当一段时间，陶然亭都是全国来京文人的必游之地，有很多古迹文字。陶然亭也是中国4大名亭之一。陶然亭是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诗意。现在匾额上的陶然亭是齐白石老先生留下的字，旁边的对联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所写。亭子内这2个金色大字陶然是建亭的人江藻书写的。两边对联是林则徐写的。
当时的陶然亭来过太多的名人，所以是名声大噪，也被评为4大名亭之一。从亭子上观景非常美。这个陶然亭跟我们看到的其他名亭形状不一样，形状是长方形，更像是个房间。背面这个陶然亭3个字是郭沫若题写的。亭子里面的2面墙上还有许多石刻，都非常珍贵。这个陶然亭是建在慈悲庵内，慈悲庵是创建于元代的古刹，距今也有700年的历史。里面有几个小院儿，有文昌阁和观音庙。陶然亭建在庙内的西侧。5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先后再次进行革命活动。目前这里还有很多珍贵的图片展览，所以陶然亭也是北京的一处具有纪念意义的革命遗址。在公园的中心岛上还可以看到一座美丽的亭子，这是仿建长沙的爱晚亭，也是中国4大名亭之一。名字的来源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爱晚亭也是1952年长沙重修的一座亭子，由毛主席题写了3个字爱晚亭。陶然亭公园也是北京市民非常喜欢的一个公园，很多人来这里锻炼身体，而且公园的园林设计非常美，一共汇集了30-40座全国各地的亭子。这个是公园内的风雨同舟亭，是仿造安徽的一座名亭沙堤亭。这是91年安徽人民为了感谢全国人民对安徽特大洪灾的救援而在这里仿制修建的。这个亭子也是陶然亭里最美的亭子之一。湖中心的岸边有很多漂亮的芦苇。随时都可以看到漂亮的亭子。远处看到的是云汇楼和清音阁。这2个建筑原本是在中南海东岸的皇家园林建筑。54年因为施工的需要拆除，梁思成建议不如把这2组建筑整体搬到陶然亭这边来。这组建筑公园也是多次维修，并配以汉白玉栏杆，所以显得非常巍峨壮观。现在来到了华夏明庭园，这里汇集了全国很多地方的好看的亭子。园林中好像有一尊是屈原的雕像。在景区内的南边有很多银杏林，满地都是金黄的叶子。这个亭子叫独醒亭，是湖南汨罗市的纪念屈原的一座亭子。屈原曾写过众人皆醉我独醒，匾额上的3个字是茅盾题写的。这边的园林秋色还挺美。公园里道路曲曲弯弯，曲径通幽。前面来到了另外一座亭子，这也是中国4大名亭之一醉翁亭。醉翁亭是安徽滁州的，旁边的假山石上雕刻着很多碑文诗句。这是欧阳修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中国的4大名亭是安徽的醉翁亭、
杭州的湖心亭、北京的陶然亭和长沙的爱晚亭。这4座亭子都是我国古代因文人雅士的诗歌文章而闻名的景点，所以是最有诗情画意的亭子。这个是三角形鹅亭，王羲之书写的鹅池，旁边是绍兴的兰亭。虽然已是冬季，但是园中依然处处是景。这个是柏坡亭，坊间四川的三苏公园为纪念苏东坡而建的一座桥亭，既是亭又是桥。在桥上休息，两边是很美的风景。旁边的小山上是公园里自建的一座亭子，一览亭。半山腰上还有个谪仙亭，是为纪念大诗仙李白而建的。湖边上枝枝杈杈的枯树，满湖的落叶。这边有座杜甫草堂的碑亭，少陵草堂。这4个字是果亲王云里所题的，大家可能在《甄嬛传》里知道这个人物。湖中有很多野鸭。水中的六角亭叫近月亭。这座亭子的原型是在江西的九江市，名字出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非常喜欢中国古人的审美，古典园林中的亭台楼阁都是那么的美。而且现在很多人在这些园林中拍照，都穿着古典的服装，无论是汉服还是轻装，都是很美的。这个几乎是我最喜欢的陶然亭的一个亭子，主要是景观和颜色搭配的非常美。这座亭子叫吹台亭，是在扬州的瘦西湖。记得当时去扬州瘦西湖的时候，门票100多，真的太贵了。而陶然亭的门票只有2块钱，却可以赏尽天下名亭的风采。这个亭子3面有圆形，穿过去都可以看到非常美的风景。如果是夏天，这里一片荷花，实在是太美了。沿着湖边继续往前走，这片水面叫做西湖。这里视野非常开阔，远远的可以看到整个公园的倒影。前面有一座白色的小桥，走上小桥就可以看到另一座名亭。这座湖中的亭子也是仿照杭州西湖的湖心亭，也是中国4大名亭之一。这4座名亭都可以在陶然亭里一起欣赏。陶然亭可以说1年4季都可以来欣赏。春天遍地鲜花，夏天满湖的荷花，秋天有黄色的银杏、红色的水杉，还有这湖边的芦苇都很美。
冬天如果是下一场雪，这里简直就是童话世界了。这是湖对面的风雨同舟亭。整个园内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亭子，而且不光可以欣赏名亭，整个陶然亭公园还有4大景区，每个地方都可以让人流连忘返。陶然亭可能是很多北京人小时候的记忆，其实这些年变化很大，有时间可以再来逛一逛。如果外地人来北京，如果你喜欢古典园林、亭台楼阁、名人诗句，陶然亭这座美丽的城市公园一定不会让你失望。